硕大的身躯时常出现在烟雾缭绕的天空中，它们每次的出现都伴随着噩梦和灾难。如果说他们是上帝派下来捉弄人类的巨人，那么我们就是无限渺小的掌上玩物。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之前给大家讲过几期恐怖艺术家特雷弗的作品，感觉大家都挺感兴趣的。今天我就不卖关子了，免得大家说看到一半又说出了真相。其实通过我之前做的几期特雷弗作品的视频，大家也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来，特雷弗创造的神秘生物是怎么样的一种风格。然而在他的作品中有一个合集被称为巨人，也经常被许多人叫做风暴生物和泰坦。巨人是各种巨型神秘生物的统称，而特雷弗创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宇宙，与他创造的其他生物都分开了。那么这些泰坦神秘生物到底是什么呢？它们又是什么时候流行在互联网中的呢？喜欢泰坦怪兽的小伙伴们，本期有福了！今天正正就给大家揭晓这个只属于特雷弗巨人的世界观吧。我们拍照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巨人的出现吗？在这张图像出现之后大约15天，又出现了另外一幅巨人的图像，这可能是目前为止在照片上看到的最大的巨人了。该照片是在开车途中被拍下来的。这个神秘生物看上去就像是遮盖天空的云朵，有一座小山这么大。与以前的任何怪物不同，它似乎是由9个瘦长的附属物支撑着巨大肉体，它的背部似乎还伸出6个触手当武器。配文是：有时候它几乎是美丽的，如果你不考虑它们集体存在的影响，想想它们只是一个巨大的路标，上面写着一切都变成了狗屎，没有什么可以再好了。接下来特雷弗发布的内容肯定有小伙伴不陌生了，就是正正之前讲过的桥梁蠕虫。11月10日发布的图片是一个有趣的案例，配文是：警告其他国家动物重灾区，注意落石和蠕虫。显然这个巨大的生物是一个蠕虫状的怪物，有2只白色的眼睛，嘴巴和鼻孔出现在道路附近。特雷弗表示，照片中的这个生物是桥梁蠕虫的成年版本，这是一个苍白的生物，以其悲伤的假脸引诱着猎物，它掩盖了其
其肉红色的真实面孔，嘴巴上有锋利的牙齿，用来吞噬猎物。由于乔洋蠕虫是以不同的方式生长的，所以公路蠕虫有所不同，它们的皮肤较黑，并且没有手臂。在2018年的12月21日，特雷弗发布了巨人之一的另外一张图像，署名叫做“爆炸新闻”。这张照片显示了一个黑色的高大人形生物耸立在一个小城市上，它本身的躯干比例对于人类来说是正常的，但是手臂特别长，差不多有2层楼这么高，双腿微微弯曲，最显著的特征是脆弱的脖子，所以它的头要么垂下来，要么就倒在一边。它的脸上是否有五官尚不清楚，但是有一个巨大的洞。这个爆炸新闻的破坏力极强，它会径直走过任何一幢建筑物，根本无视障碍的存在。被它践踏过的城市，房屋都无法被修复，往往整个城市都要被遗弃。爆炸新闻的危险性极高，15英里范围内的所有东西都会被它杀死。它是通过把食物产进脸上的洞来进食的。它还有一项技能，就是能够扭曲1万米内的每一项技术。这些技术相当于任何可以通电的设备，当处于干扰范围之内的时候，任何一项技术都会发出紧急警报系统的声音，就算是没有插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有屏幕，还会显示紧急警报系统，这表明爆炸新闻正在以某种方式掌控电力，但如何操作这就是未知的了。到了2019年的7月30日，又有新的巨人照片被发布，这次被称作为观鸟者。他皮肤苍白，身高足以让其头顶冲破云层，头部周围被许多鸟包围着。该生物似乎是双足动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腿、身体、眼睛和短的触手。在特雷弗的描述当中，表明了如果经历足够长的时间，人们可以适应任何让人惊奇的东西。即使是巨人的崛起，人们仍然可以继续工作和正常生活。有人认为，流浪的信仰和观鸟者在地球上漫游，就是为了寻找有信仰的人带去天堂。最后，在10月20日，特雷弗揭露了巨人合集的最新照片。在照片当中，只显示了2条弯曲的细腿和卷须。然而，这个神秘生物会绑架人类，但是在绑架期间，人类是否还活着，这就不清楚了。也有这种可能，就是这个神秘生物把人类带上了天堂。然而，配文依然是风暴警告，除非你和你所爱之人已经被预先选定了，否则就待在室内等待进一步的通知。好了，介绍完这些巨人生物，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没有看懂，我自己也觉得特别抽象。毕竟艺术家的思想，我们平凡人怎么能够猜得透呢？但是关于这些巨人，特雷弗自己指出，他们都是来自于天堂的，并且只在特殊极端气候的时候出现在人类世界。他们实际上被看作是上帝的天使，但众所周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天堂的。所以从第一个巨人流浪的信仰的解释中可以发现，风暴警报器可能就是用来宣布审判日到来的号角。当审判日来临的时候，巨人就会出现，而那些被选中的人就会被召唤去天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少数的人才能被巨人生物带走。其实关于特雷弗创造的巨人合集，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神秘生物，郑也没有办法一口气给大家介绍完。偶尔研究一下这些超越人类理解的生物，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呢？不过庆幸我们的世界没有这些巨人，不然人类灭绝100次都不够啊。其实我觉得站在特雷弗的立场上来看，他的创作思想应该并不是单纯的创造一系列的巨人怪物，而是想通过这些巨人怪物树立起来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观。巨人可能是一类种族，而他创造的别的生物又是不同种族的。虽然特雷弗没有明确说明他们会产生关系，但是我相信这位伟大的恐怖艺术家总有一天会填补完整他心中的那个世界，让我们敬请期待吧。那么如果有小伙伴对特雷弗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想看的特雷弗的作品哦，来日方长，郑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的。在这里，郑还要感谢给我充电的 BK 张、B 站韩小兵、代号赤天使、版本先生有魔动 KT8、古明的心、小张竟然、526313、暗夜以明吃瑞金、水印山、全灭内鬼、普克狼之下、原叶浮生、LOL Happy、FPTOXO、KOLT 1911，感谢你们的鼓励跟支持。那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我是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